漫长时光。风吹过停留，吹走我的雨伞，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，在这里遇见你啊，带给我所有的偶然，全都是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。遇见你啊，我终于相信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，只为了遇见你。开始。可惜啊，差一点就破纪录了。对了，你跟那个冰激凌辣椒怎么样了？什么冰激凌辣椒啊？外表冷冰冰，脾气火辣辣呀。自从在我这吵完架，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说说呗。发展到不联系了。哟，我家于直第一次被人甩啊，有意思。你是不是我哥们啊？我失恋了，你这么开心啊？我小游戏呢。你是游戏人生啊，我可是认真的。哎，你可别小看这游戏啊！爱情就跟这游戏一样，每一局里的步数都是有限的，耗不起的。只有每一步都走对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？让你封锁单身，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嘛。我失恋总比你单身强吧？反正我跟高洁呀，我有我的骄傲，他有他的敏感。拉黑我啊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高洁啊，我算你。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吗？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？有件事，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你上次那个参赛作品《尘世之爱》，被周迪拿去拍卖了，卖了好多钱。那挺好的，说明我设计的《尘世之爱》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你高兴什么呀？你的作品能卖这个价钱很正常，关键是周迪把你的署名给抹去了。什么？我设计《尘世之爱》的过程大家都看得到啊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作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是没错，但署名权从来都是归设计师的呀。是，保留署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基本道理，我也帮你争取。但是，周迪咬定你是被开除的，所以很抱歉我没有能够帮到你。周迪会做出这种事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自从我向公司人士举报他骚扰女下属的事之后，他就处处针对我。
思成，你已经很帮我了，要不是你，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还有上一次比赛，要不是你帮我找到歌血红，我根本连决赛作品都完不成呢。我帮你找到歌血红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不是你吗？上次比赛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找到了几颗红宝石，但是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在镶嵌了。那给我歌血红的人，难道是？怎么在等宝石啊？我的主食被人放鸽子了，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。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？我帮你找。恐怕帮不了，我需要的是歌血红，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。即便你有，你愿意给我吗？难道是他？于直，你还认识我呀？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高姐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做事挺绝的呀。当时我只是不想再关注。那你不想再关注就别关注了。怎么，是怕忍不住关注才拉黑的吧？我没有。好，那就当我想多了。说把你的绝情理解为……好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想问，我比赛用的歌血红，是你找来的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你不是不想知道我的感受吗？我过来是想跟你道歉，同时谢谢你。怎么谢我呀？以身相许吗？于直，我既不需要你的道歉，也不需要你的感谢。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，那你今天来干什么？还给我歌血红。我还不了。我本来没想这茬，不过你倒提醒我了，不要随便做善事。这些东西哪有不还的道理啊？啊，高小姐，你跟我也太不见外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的设计作品《尘世之爱》已经被卖给海外收藏家了。算盘打得不错呀，拿我的歌血红去做生意呀。我不是，我是被凡斯开除了。《尘世之爱》已经属于凡斯，我没有决定权，甚至连署名权都没有了。你是说，我的歌血红自打被你做成首饰之后，归凡斯所有，还被卖给海外收藏家，然后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？嗯。然后你还被凡斯扫地出门了？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你要干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讨债去。在哪儿啊？他不是高姐。周总，你好啊！你不是东南亚那个高姐？
你怎么带他来这里？我是瑞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于直。哦，我还是高洁的债主。瑞华债主。于先生，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。是这样的，高洁已经被我们公司开除了，那他的债务问题就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问题。是吗？可是他欠我的，是在比赛时所用的歌血红啊。据我所知，应该在凡斯吧。高姐，你比赛时候用的红宝石是从瑞华借的？要不是你不给我宝石，用得着向瑞华借吗？我对你们提不提供比赛所用宝石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我的宝石在哪儿。我觉得高洁既然以他自己个人的名义向瑞华借了红宝石，那就跟我们凡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那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，想要把《尘世之爱》上面的歌血红拿回来还债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高姐，《尘世之爱》是你在公司任职期间完成的作品，所以它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公司，听懂了吗？看来周总是准备抵赖啊。每颗红宝石都是有证书的，要不我还是联系我的律师，让他给你对接吧。几颗宝石而已嘛，还找什么律师呢？何必这么兴师动众？有这么为难吗？还是说你把宝石卖了，已经换成你的利润跟分成了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吗？听说最近凡斯好像跟一个海外收藏家交易了一批珠宝。喂，高姐，话不能乱讲啊！原来是这样，那就好办了。看来我除了跟你们打个官司，再跟他们打个跨国官司就好了。不过我听说凡斯的海外声誉一直都不错呀。OK， 于总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尽管提条件，你满意就好。什么条件都可以吗？任何条件都可以，只要我们两家公司之间和和气气，不打官司就好。当然，也千万不要让我的客户知道。好说，你们还我宝石这件事情是应该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这件作品上面的署名要写上设计师高洁，有关的新闻稿件上也要写上高洁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告辞。走吧。我见过最绚烂美好的光景，是在你的眼睛里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般的期许。于直，谢谢你啊。我那几颗歌血红是你一句谢谢就能抵消的吗？那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？啊，我这就把你加回来，微信、电话都加回来。这就完了？不然你想让我怎么样啊？不如以身相许怎么样啊？
反正我会补偿你的。好了，既然我是你的债主，那我就有权要求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准去想那些工作啊、比赛之类的琐碎的事情 ，OK 吗？我想看到的是在东南亚那边不顾一切的招嫂，而不是现在垂头丧气的高洁。我的天哪！你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，而且都这么……虽然我这么说不好吧，但作为一名吃瓜群众，我现在听的都只想打饱嗝。不行，我得喝口水缓缓。这几天我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换谁都得这样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谁能受了？从小以为死去爸爸突然出现，还成了对手的爹。生活远远要比小说精彩啊！是啊，有时候这世界怎么这么小？表姨、高慧、吴小慈，还有于直，唉，一团乱啊！哎，你最近跟于直关系到底怎么样啊？还在闹别扭吗？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闹别扭那么简单了。他是我表姨的继子。继子啊！表姨和他之间势同水火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这个人啊，就是想太多了。你表姨是你表姨，你是你，他们之间的恩怨是他们的，你和于直之间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的。如果你非要把这些都缠在一起，会被搅死才怪呢。可是，我怎么能不顾及我表姨呢？感情是你自己的，没有人可以影响你内心的判断。喜欢就是喜欢，喜欢就要跨过一切艰难险阻在一起。你要是还想不明白啊，就回去多看我写的小说，里面的女主角可比你清醒多了。你说的倒容易。薪资方面我没有特别的要求，唯一坚持的是希望可以独立做设计，而不是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。我的职业规划是个独立设计师。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到了，可以说专业非常优秀。我认为你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。谢谢。你可以考虑尽早来我们公司上班吗？可以啊，我明天就可以上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对不起啊，高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我们这个职位不招了。不招了？为什么？这个是公司上层的意思，真的很抱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面试了好多家，前面都是谈得好好的，可是到最后环节都跟现在一样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到你。请吧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是吴小慈。以后有机会合作。好的，一定会的。
高洁，好巧啊！你早就知道我是潘越的女儿，所以背后都是你在操纵，对吗？你不提醒我，我倒忘了。潘越的女儿，这个世界可真小。你明明当面答应我替我澄清，结果却在访问的时候黑我。现在面试通不过，都是因为你跟人家说了什么，是不是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面试通不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像你这种比赛赢不了，就对评委动手动脚的人，哪家公司会用你啊？比赛那天发生了什么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的蜡板平白无故的碎掉，是谁做了手脚？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我看你是想拿冠军想疯了。你这些结论是从哪里来的？我真是想不通。高洁，请你不要把自己的悲惨失败的原因都推给别人。至于采访的事情，作为珠宝行业的前辈，我对你的行为点评几句，难道有问题吗？从前我还把你当做我的偶像，真是可笑。没想到你是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卑鄙小人，怪不得，也只有你这种人才能做得出插足别人婚姻、破坏别人家庭的事。作为长辈，小辈说话冲一点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高洁，我警告你，长辈之间的事情，不是你一个小辈道听途说几句就可以篡改的。你说我破坏了你的家庭，你怎么知道你爸妈离婚不是因为你妈妈？这段3个人的感情是谁犯了错，你心里清楚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总有一天，你从别人那儿抢的东西都得还回去。事已至此，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，你不要以为你跟你妈妈哭哭啼啼的装可怜，你爸爸就会回到你的身边。你有什么如意算盘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有些账，该收还是要收的。爸爸，我现在就想吃。乖，咱们等回家再吃啊！来，我拿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谁呀？哎，师傅，问一下，这是我们家东西，怎么说搬就搬呀？哎，不许搬呀！老头，这不是你们家房子了，人家房主让我来搬他自己家里面的东西，你拦个什么信儿？不是，这是我们租的呀！师傅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谁让你们搬的？老头，我跟你说清楚了，我们搬的这些所有东西都在租房合同里面。现在这些东西，全部归新房主所有，明白吗？谁是新房主？你跟我说谁是新房主？谁是新？叫吴孝慈，去看看你女儿去吧。我的凳子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欺负我闺女？你干什么？你！哎呀！爸爸！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先到这儿。好。月月，别怕，不怕。爸爸，爸爸，月月。月月，月月，哎呀！爸爸，听话，月月，听话，月听话，你起来呀，爸爸。出什么事了？爸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装好人了！你们强行买了这房子，什么？不小心把我们轰出家门，你们太狠了！爸，你别啊！爸，你别生气！爸。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好像每次在落魄的时候都能遇见。错了，是你每次需要我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我。唉，于直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鱼缸里的小鱼小虾。那些在上位的，想要拿掉我的署名就拿掉，想要让我沾上黑料的就随便捏造，想要让我被业内封杀，就能让任何公司都不敢要我。你看啊，老天爷也有哭的时候啊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你那些黑料啊，被业界封杀啊，是你想多了。所以你做过的所有事情，人们也会很快就忘记。你这是鼓励我吗？唉，在你成功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记住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你只需要让我一个人念念不忘就好了。你别这么说。无法否认，我心里确实有你。我确实喜欢你。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你先听我说完嘛。我喜欢你，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的家庭和你的家庭，还有我们各自的事业，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同，太多的障碍，太多的阻挠，而这些我们都是绕不开的，所以我们才要更坚定地走下去。我知道，这2天我们一见面就会吵架，就算吵得再凶，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是在乎你的。我想你也是一样，而且听了刚刚你那段话，我更加坚信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。好啦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们可以平平静静的来澄清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误会了吧？怎么样？说吧，
你跟你那个上司什么关系啊？你说的是思成吗？他是我樊司的同事啊，也是带我入行的前辈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那你跟高慧什么关系啊？你是不是也找他帮你修手链啊？原来你也误会我了。我妈妈送给我的那条手链啊，只有这么一条。你看到的那些事情，都是我那个堂哥弄出的误会。回头有时间，我让他亲自给你解释。而且我说过了，高慧仅仅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仅此而已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是高慧说，那颗鸽血红……我说过了，高慧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以前是我的客户，以后是我的同事，仅此而已。设计师大赛的时候，我明明看到你们……我生活跟工作是分得很开的，工作就是工作。高慧能在事业上帮我，所以我大赛上必须尽力帮她。生活就是生活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地位会被一个客户所占据。所以，懂了吗？喂，什么？医院？哪家医院啊？我这就来。怎么了？外公出事了。我送你。小杰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外公的心脏病一直都控制得很好，怎么会突然发作了？吴小慈把你们租的房子给买下来了。又是吴小慈。小杰，对不起啊。我妈呢？居委会的阿姨照看着她，你放心。你回去告诉吴小慈，冤有头债有主。既然房子现在是他的了，我会尽快把房子腾出来。可是，外公是我的家人，那现在把外公害成这个样子，这件事我不会这么完的。小杰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房子你们尽管住，你吴阿姨也就是一时的气话，我回去一定说的啊。我没有什么吴阿姨。外公等会儿醒来也不会想看到你。你走。小杰。放心好吗？外公不会有事的。潘明宇的家属是哪位？外公怎么样了？病人突发心脏病，伴随脑溢血，虽然经过抢救，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我可以去看看外公吗？不行，病人目前暂时昏迷，我们要把他转到重症监护室。家属到那边办一下手续吧。你好，你是潘明宇的家属吗？是。哎，钱包呢？钱包呢？你好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谢谢你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你说什么？我根本就听不懂。你还装！老爷子现在昏迷不醒，还在医院抢救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我可是碰都没碰过他一下。吴小慈，潘家只剩个老爷子，还有一个对你毫无威胁的潘越，有必要这么赶尽杀绝吗？房子是我的，我只是想让他们换个地方住而已。你都不知道潘越的女儿高洁跟我说了些什么。你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。
就知道一味的责怪我。你替潘越他们委屈，可是谁替我委屈啊？这种时候，你还在强词夺理。我这么做，就是不想让你总是去找他们。你现在处处事事都责难我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自己决定跟我走的，你现在要为你的决定后悔，会不会太晚了？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我不过是想给他们一点点补偿。可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你想让我怎么样啊？阿海，现在我们是夫妻，是一家人，我们有那么优秀的女儿慧慧，难道你想让慧慧为了我们的事情不开心吗？吃点东西吧。我没胃口。没胃口也要垫一下，吃饱了才可以照顾外公啊。嗯。嗯。嗯。哭吧，别忍着，眼泪不是弱者的专利。嗯。妈妈一个人在家可以吗？已经让居委会阿姨暂时把妈妈送去疗养院了。眼下外公生病，我两边都顾不过来，只是不知道妈妈在疗养院习不习惯。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。外公和妈妈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，可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。你承受的已经够多了，你也很勇敢，这不怪你。现在外公住院，妈妈又在疗养院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两边都放不下心，可是哪一边都走不开。好了，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承担。好吗？你没必要。不要拒绝。谢谢你。好了，赶紧先把饭吃了，然后去找妈妈，看看她那边怎么样。这边有我在，有什么事儿啊，我及时跟你说。
怎么一个人走在这儿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都是因为那个高洁。他们这一家人简直就是狗皮膏药，甩也甩不掉。一旦被他们粘上了，全是倒霉的事情。他们这家人，除了高洁，还有谁跟我们家有关系？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，你不知道最好。算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妈，妈，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啊？妈，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？之前比赛的时候，你对高洁就格外关注，那会儿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你和爸爸还有高洁，到底有什么恩怨？我知道爸爸之前结过一次婚，难道？爱让我们存在，不再有伤害，有谁不期待？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，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，相爱的人才明白，没有什么变成阻碍。从未感觉如此相爱，牵着我的手吧，不用表白，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。让我们去爱，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就是现在，我们去爱，向着未来，让我们去爱，让我们去爱，我们明白，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都不再孤单的徘徊，勇敢的去爱。穆子云是高洁的表姨，穆子云是你于池不共戴天的仇人，都是因为你。我欺骗了我最爱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利益摆在面前，你对他的爱情一文不值。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？